梦想若变成真的，总有些曲折，但你先别怀疑那结果。想要幸福的资格，先明白生活不是完美华丽的烟火。幸福的阶梯，寻找飞行利器，它一直在那里。或许你不经意的转身，在你就要灰心的狂奔，命运不跟你作对，为你推开新的门。Baby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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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 ，Baby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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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，幸福它一直存在，只要心里带着爱。Baby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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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 ，Baby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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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，它懂得你的期待，想着你迎面走来。考虑清楚了？嗯，好，那就从今天开始上班吧。不过有句话我要说在前面，我对员工要求很严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工作中绝对不可以掺杂任何的私人感情，能做到吗？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好，这是公司资料，你看一下。走，我带你出去认识一下咱们的同事。大家停一下手中工作。张总好。张总好。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，是我们北部新来的市场部经理王源。大家好，希望日后多多关照。这边，这就是你的办公桌。给你半天的时间熟悉一下公司资料。放心吧，张总。那个孙子不接我电话，你不会晃点我吧你？喂，文静，哎呦，我胖子。胖子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想问一下，你认不认识什么猎头啊？猎头？猎你个头啊！我想帮朋友找一工作。我哪来那么多朋友啊？猎头我不认识，这样吧，我刚好工作室在招人，认识一个线上招聘经理，我把电话给你。靠谱吗？这个？我推荐的人，你竟然问我靠不靠谱？谢谢，麻烦你把电话给我啊。啊，等着吧，一会儿发给你。资历看起来还不错。啊，那您能给他安排一份工作吗？其实他可以直接上前程无忧投递简历。你看，这些职位都不错，以他的条件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肯定没问题。嘿，哎呦，大哥，你吓死我了你啊！哎，怎么还堵我家门口来了？我这也是没办法呀，你手机也打不通，我只能到这逮你啊。真是怕了你。不是，我说你得有多喜欢那姑娘啊！啊，这么帮她忙活，两码事儿。我大话都说出去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给你交代那事儿有明白没？啊，正要找你呢，这不刚空出来一个，职位呢和他原来的差不多，就是薪酬方面你的要求少点儿。什么职位啊？啊，销售经理。又是销售。怎么不愿意干？无所谓啊，无所谓，等的人多着呢。我跟人说是我的关系，人才把面试的名额空出来的啊。我没说不愿意啊。几个名额？好几个。我跟他们说，先让他试试，
不行再换人呗，应该没问题。行，把联系方式给我。哎，你可记着啊，你可欠我一人情。哥们儿好几年没干过这种事儿了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什么时候面试啊？后天上午。这么急啊？啊，那我赶紧走，通知人家。谢了啊，回头请你吃饭啊。你再重新做一下，行吗？我接个电话，不好意思。喂，你好，胖子。下班以后一块吃饭吧。我给你个惊喜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到时候见面再说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好嘞，不见不散。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。你笑什么呀？到底什么事儿那么神神秘秘的？我给你带来一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帮你找了一个工作，特别适合你，而且我跟那边联系了，只要你后天拿上简历过去，肯定行。你帮我找工作了？对啊，那边公司规模虽然不大，但是职位规划非常好。胖子，哎，我找到工作了。你找着工作了？就是我打工的那家女主人，她是合创的老总，他们那儿缺一个推广部经理，我就去了。今天第1天上班。找着工作就好，找着就好。胖子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一直在帮我找工作。没事儿，那就是我一哥们儿，跟他说一声就行。胖子，来了，哎，赶紧坐。打心眼啊！是，有些话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怎么了？王源自己找着工作了，明天你跟公司说一声，面试取消吧。怎么？他又找到别的工作了？哎，不是胖子，你也太不厚道了吧！啊，你知道我为了这工作费了多少心吗？打了多少电话？光你电话我接了几10个了吧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这活我不接，你非逼着我接呀。他能找到工作，你找我干嘛？你知道有多少人等着应聘这个工作吗？我都跟人说了，把他推了，就把面试机会留给他。你让我怎么跟人说去？不是，你说我怎么跟人说？我知道是让你为难了，所以我今天请你吃饭，跟你赔礼道歉。吃饭就行了，我没地儿吃饭了。好了，你消消气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好吗？再说那么多人抢呢，你随便给他们安排一下。这是两回事儿，一码归一码，有你这么办事的吗？要么这样行吗？你下次给我安排职务的时候，除了公司提成，年薪我给你8%，这行吗？等你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。哎，我以前觉得你是个挺靠谱的人啊，这以后你说话我得琢磨琢磨。我说话算话啊！哎，点菜，来，我点是吧？哎，爱吃啥点啥。服务员，咖喱蟹3只，吃得了吗？你这龙虾最大的多少3斤。啊？行，减一个吧。象拔蚌刺身。怎么，不让点啊？没有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哎，点啊点。哦，行，那我马上就过来。哎，杨老师，吃个苹果啊。谁呀？哎，韩文静。哎呦，哎妈，我出去一下啊。我说这个文静啊，她叫的这个名字倒是文文静静的，人呢可是个风风火火的。她就是那样，多动症。哎，你说你住在这儿啊，和住在你那儿有什么两样啊？整天的不着家。还是有点区别的。哎，晚上等我吃饭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哎，不等啊，等我啊。小北，快啊！我还没告诉你见谁呢，见陈晓峰的现女友，叫小庄。你把她约来这干嘛？你俩要决斗啊？我跟他决斗，至于吗？我有那么粗鲁吗？动脑子！
现在外部环境已经被我营造的差不多了，只剩2个难题了。哪2个难题啊？一个是他的小庄啊，还有呢？我父母。你打算怎么攻克？对付小庄就用万劫教我那个杀手锏。又是万劫教你的？哎，你爸妈还不知道陈晓峰这人的吧？仗要一个一个的打，堡垒要逐个攻破。我打算先攻破小庄。不是你待会儿怎么说呀？开门见山啊！啊，连点铺垫都没有啊？铺垫什么呀？现在都已经微博时代了，开篇就得吸引眼球，超过140个字谁听啊？哎呀，你别坐这儿，你过来，你坐那。怕我看你丢脸啊！好。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什么时候？好戏在后头。你好。你好，服务员，来2条苏打水。谢谢。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知道，我打电话约你见面，挺唐突的。我是陈晓峰的前妻。前妻？你不知道他结过婚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大概也无所谓吧。我想，他可能是不想提起你们以前的伤心往事。那你也应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离吧？大概感情不合吧。你说对了一半儿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一个女人想要找丈夫，就要去问她以前的女人。当然了，你都不知道有我的存在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里面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原因。你说吧，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我和小峰认识了那么长时间，我真的看不出来他以前结过婚。据我所知，你跟小峰认识的时间并不长，也就几个月吧。我一猜你就不知道。那我能问问你为什么离婚？说来话长，那也就长话短说吧。我跟小峰3年前认识的吧，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，那个时候他比现在要阳光，也很帅。我们俩一见钟情，迅速的坠入爱河。那个时候他对我真的很好，温柔体贴。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简直就像天堂一样。你能说重点吗？因为你们既然那么好，为什么要离婚？你总得听我说完我们是怎么结的吧？行，在朋友的鼓动下，我们俩迅速的结婚，闪婚。然后一结婚，感情就不和了。婚后他对我很好，依然那么体贴。可是我们的幸福婚姻只维持了1个月，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给打破了。他跟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搞到一起了，被我作奸在床。这个故事好像并不新鲜。我最好的朋友是个男的。男的？我跟你说这些，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，我真的是心疼你。我觉得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，就注定是一世的痛苦。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从痛苦的深渊里走出来。我不想你步我的后尘，真的。怎么样？我演的怎么样啊？太不错了，愤怒、悲伤、无奈，各种情绪被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看见他表情了没？看见了，人孩子脸都吓白跑了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也知道，这回他们俩是不是要分手了呀？哼，不一定。我告诉你，孩子，人小庄现在就找陈晓峰去了。找呗，我也没说我是谁，他也找不着我头上，应该不会去问吧？吓都吓死了。
那樊斌最近怎么样啊？还是不死不活的？要么你死我活，要么不死不活，还能怎么样？唉，王源都跟我说了，最近一段时间你都在你妈家住着呢，是不是？实在是不想回家住。你总在你妈家住着能成吗？逃避解决不了问题。算了，先不说这些了，你送我回去吧。我不能送你，我要去找程程。那我怎么办？要不你打个车回去？你也太过河拆桥了吧！这大热天的，你就不能送我一下吗？我来不及了。哎，后边有辆计程车，太过分了吧！你快点，来不及了，你快。拜拜，韩文静，你这个畜生！喜欢吃。王总，您不去吃午饭吗？你们先去吧。嗯，好。小北，你中午有事儿吗？一起吃个午饭吧。好，待会儿见。这么急找我干嘛？怎么了？新公司干得不顺利啊？挺好的，是胖子的事儿。胖子，胖子得罪你了？没有，他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偷偷的帮我找工作。昨天突然告诉我说找着了。可怜的胖子。哎，他给你找什么工作好不好啊？还行，比我现在的职位稍差一点儿，一个小公司的销售经理。那是不如你现在的工作。不是好与坏的问题，关键是我现在已经在这个公司做了，我总不能说不干吧。我觉得胖子现在全身心全扑你身上了，可怜的胖子呀。他为了帮我找工作，什么招都使了，我是真觉得挺对不住他的。放心吧，没事儿，我待会儿就去劝劝他，安慰安慰他。都怪我自己没出息，让他这么费心。您干嘛这么说啊？谁还没个需要帮助的时候？是，谁都需要帮助，可是人与人需要帮助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这么大的一公司，张总一句话就定了。那么小的一职位，胖子就差当三陪了。有权有势固然重要，可哪来那么多有权有势的人啊？像我就不愿意当国王，我就愿意坐在台底下，当那个鼓掌的人。你跟我是不一样的，你就算在台底下鼓掌，也有个凳子坐。可我呢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能蹲着。大姐，你想多了吧？我觉得你比我强多了。请我喝咖啡。好啊，20块钱以内的。20块钱，拿铁还22呢，真抠。怎么，给人王源介绍工作，人没去，特伤心吧？不光是很伤心，是钱也很受伤。钱受什么伤啊？我今天被那猎头狠狠宰了一顿，宰得我肉都疼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等王源有了钱，让他给你报销。不是钱的事儿，我就是总感觉有劲儿使不出来，心里很无力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能理解，但估计王源心里也不好受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就说，你给他介绍工作，他特别感动，后来也没去成，他觉得特别对不起你呗。那他还真的很感动。那当然，人心都是肉长的嘛，能不感动吗？可是
我老感觉离王源很远很远。谁让你喜欢王源了？我告诉你，王源可不是那种2、3天就能追到手的姑娘。你要是想追她，就得一直对她这么好，她也许有一天就会感动。那你说，我有希望吗？有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记住了。这么快就不受伤了？伤是伤，吹不还是得吹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碰上那个前程无忧的人了。他们说他们是网上招聘，什么职位都有。就王源的资历，上网直接发简历，什么职务都能选上。如果下次，你看我这乌鸦嘴。我告诉你，胖子，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。这次这么好的事都让你给岔过去了，下次有什么事提前跟人沟通一下，知道吗？我记住了，血淋淋的伤疤。这样吧，你请我吃饭补偿我一下。凭什么我请啊？为什么不能你请啊？你见过有女的请男的呢吗？不是，那我请你买单。女王驾到，文静姐，按照您说的，招聘信息我在前程无忧上发出去了，收到了好多符合要求的简历。要是有人应聘的话，替我筛选一下。谢谢。小北，小北，小北，起来啊！几点了？都快5点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。我今天去医院找了一个小密探。小密探就是个小护士，他跟我说，他和陈晓峰中午接了一个电话之后，突然脸就变臭了，闷闷不乐一下午，跟谁都不说话，估计是分手了。看来有进展，恭喜你啊！哎呀，可怜的小庄啊，陈晓峰这么好的男人都不知道珍惜呀，不知道珍惜？对呀。他不信任陈晓峰啊，一看他俩关系就不好，要不然当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？有道理。哎，我要去回个邮件，自由快件。哎，晚上你可以吃饭啊。哎。喂，哎，我不是韩文静，我是韩文静的好朋友周小北。哦，你还记得我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文静就在旁边呢，她不好意思跟你说话，她其实挺喜欢你的。哎，你别激动啊，你听我说，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哎呦，那太好了。晚上6点半，中北路口那家茶餐厅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好，晚上6点半啊，不见不散。哎，不见不散。少女中色情。刚才我是不是电话响了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幻听了，幸福来临太突然了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我有点急事要去办，晚上6点半，咱俩在中北路口那家茶餐厅不见不散啊！好，走了啊！你快点啊，别又迟到啊！这周小北就知道迟到。文静，文静，在这儿。文静，你也在这吃饭，好巧啊！女孩子就是那么爱面子。我在这等一个朋友。我知道，我就是你要等的那个人。送给你。你要干嘛呀？两情要是相悦，为什么要饱受思念之苦呢？文静，我答应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。你不会是要跟我求婚吧？是，我就是要向你求婚。
你别给我跪下啊！文静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！疼！你今天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？不是你说的你想我吗？让周小北告诉我说咱俩今天在这见面啊！周小北，你死定了！文静，我爱你，但是与你无关。跟我无关是吧？那我走了啊！啊，文静，文静，我爱你！文静，樊斌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在这儿瞎逛呢。有什么好瞎逛的呀？还不赶紧回家？那个，小北这几天跟你在一起吗？他在哪儿你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。真行，你们做男人的就应该主动一点儿。我怎么主动啊？他都不理我，电话都不接。她是你老婆哎。再说，你圆圆嘎脾气不是应该很正常的吗？他前2天还跟我埋怨说你不去看他呢。真的？真的啊。他其实早就想跟你和好了，亲口跟我说的哦。是吗？嗯。你想啊，他一怒之下回了娘家，怎么可能一个人灰溜溜的再回来呢？所以你得主动点去把他接回来，给他个台阶下。在这晃来晃去，能把他给换回来啊？你赶紧去吧，把他找回来。再不找回来，不知道干出多少荒唐事儿呢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真面，也不知道喜欢他什么。上居。爸。回来了。啊。哎，赶紧走了啊。上居江。上居。下棋呢？嗯。哎，樊斌，走。爸，我先上个洗手间。啊，我去。谁让你来我们家的？小北，我想跟你。你跟我爸妈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。行，你别乱说话啊！有什么话回家说，你要乱说话，我跟你没完。哎，樊斌，赶紧走了。谁赢了？嗯？谁赢了？谁？我赢呗。哎，樊斌，赶紧走了。走啊！哦，好。妈，做饭呢？樊斌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哦，刚到。他说是出差刚回来，没回你们那儿，就直接奔这儿来了。哎呦，你也真是粗心，人家都跟你说了今儿回来，你都给忘了。哦，这2天事儿太多，忘了。嗨，你呀也得多关心关心人家啊，毕竟是夫妻了，对吧？嗯。走。嗯，好。我靠。嗯。啊。哟，这。哦，那个樊斌啊，天这么晚了，你今儿就别走了，住这儿吧，啊。妈，没事儿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回呀？回。啊，行，那路上小心啊。哎，妈，先走了。嗯。表面上看来，我越来越找到了一个人生活的乐趣和好处，而实际上，我早就知道这场闹剧最后必定会以某种我不情愿的方式无疾而终。到目前为止，唯一对这场婚姻感到安慰的是我的父母，这是他仅存的一点可怜的意义。而且，不可否认，樊斌对我还有感情，这一点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来。
虽然那不是爱情，那是平时浑然不觉，一旦失去便会痛彻心扉的东西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之间还潜伏着一个最可怕的杀手，他无处不在，日夜随行。哪怕激情已经不在，婚姻形同虚设，二人同床异梦，他也不离不弃，始终跟在我们左右，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。这个杀手叫做惯性。离婚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不想离婚。为什么？你心里不是从来都不愿意结婚的吗？我想。回头想想，这场婚姻就是一场独角戏，从来都是我想干什么，我要干什么，我从来也没问过你想怎么样。小北。喂，小北，我妈身体不太好，我想带她到医院检查一下。你有认识的医生吗？韩文静不是认识常晓峰吗？我不好意思麻烦她，我跟她又不熟。再说，我想去大一点的医院。哦，对了，我妈有个老同学在医院，要不然我帮你问问，看能不能约个专家。对，还是把她带过来检查一下比较放心一点。我约好告诉你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小北，咱们俩别闹了好吗？不闹了。从此以后，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，咱们俩互不干涉。睡吧。小北，我知道你没睡着。你以前睡着的时候，总是不自觉地转过身来，靠着我。我突然想起来。我们以前住在301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日子过得很苦，你总哭。现在的日子好了，我们也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。那个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很破，也没有什么家具。房东也很苛刻，我们都刚大学毕业，刚找到工作。那个时候我们老吵架，你还记得吗？经常吵着吵着，我们都乐了。也老经常说一些掏心掏肺的话。小北，我们俩好好聊聊吧。樊斌，我和李李上床了。什么？你和李李上床了？小声点儿。不是，
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就是随便一说，骗范冰的。你激动个啥呀？肯定不是骗人的，真的吧？周小北，你也出轨了？这回你该离婚了吧？这回就更不用离了，大家公平了。你有病啊！你跟范冰还没过够，这么多年你不恶心吗？恶心。我不相信这是真的。那你说吧，你怎么才肯离婚啊？我不离。为什么？这么快离了，我爸我妈受不了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谁呀？李李，我就说吧，周小北，你还敢狡辩？那你慢慢吃，我先走了啊。你慢点啊。行了，周小北，出息了。哎，你信吗？他说他跟那个李李没关系。我信。我不信，肯定是真的。行了，你别说人小北了，说说你自己吧。啊。我怎么听说你把程晓峰的女朋友给搅黄了？好像是。什么叫好像是啊？你还不好意思承认啊？没不好意思，我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心虚。你韩文静还能心虚呀？我时间来不及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王源，就算你去了一个豁大的公司，也不用这么卖命吧？今天是周末 weekend， 我去车站接我妈。哎，那我跟你一块去啊，把你俩一块送回家呀。那边不好打车的。司机师傅会主任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觉得他这么坦然是不是真的？肯定不是真的，我相信他。妈，你累不累？我还好，就是我旁边那个人呢，一上车就吐了一路，哎呀，一看就不是出远门的。妈，上车。那是你们单位给你配的车呀？我哪有这个级别呀？那是我朋友开了车。阿姨，哈哈，我是四川话怎么说？文静，我是文静。哦，文静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司机啦，有事你就吩咐我，我可以带你到处去逛啊。好，你看人家年龄跟你差不多嘛，都开那么好的车了，你呀交朋友就得交这个样子的，跟人家学到点。我听懂了，阿姨，我这属于运气好，这车是我刮彩票刮出来的，多跟他学到点，运气好。快上车了啊！新政你可以看一下，这辆 ATS 是一款豪华运动型轿车，它拥有功率高达200千瓦高性能发动机，同时它是轻量化的车身设计，而且富有极致灵敏的操控性。您可以到这边具体看一下。我看那辆。好，可以。你好。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忙什么呢？最近？忙着从事文艺工作呗。成果怎么样？目前看来还不错。恭喜。好，先生，您先看着。哎，好。啊。那天的事儿不好意思啊。什么事儿不好意思呀？就趁你喝多了，对你进行骚扰呗。哎，不带你这样的啊！在我们家狂吐，我可换了好几次衣服，换一次你吐一次，我换一次你吐一次，吐完了说渴，我是又递水又擦脸，我一拖地，忙一晚上累死我。哎，我没干什么别的缺德的事儿吧？你还想干什么呀？你那么吐啊，你还不缺德吗？以后叫你周3吐。你今天约我出来就是为了讨伐我啊？真不是，我买辆车，颜色拿不定主意，帮我看看呗。有参谋费吗？干洗费抵了。就这个吧。不，这个颜色有点张扬啊。不是你让我选的吗？我觉得红色挺好的，特别适合你的气质，闷骚的气质。哼，听你的。你跟范冰怎么样？关你啥事儿？一会儿哥们带你兜一圈吧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啊！我是为了挽救失足女青年，减少社会自杀率。
行吧，那就给你个面子，待会儿送我去超市。美女，就这台了。先生，您要这台红色的对吗？啊，能办保险吗？可以的，你可以到这儿直接购买平安车险就可以了。这边请。你从你妈那搬出来了？你那天喝成那样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没有啊。我突然想起你在北京跟我说的那段话：与其双方痛苦，不如让对方痛苦。我说的可是结婚之前啊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啊？我又没结过婚，你问我，我说不清楚。哎，你把我放在前头路口吧。前面的十字路口。好。阿姨，我送你们上去吧。不用不用，不用，真不用啊？我今天不陪你吃饭了啊，我过两天来看你啊。谢谢哈。走了，阿姨，拜拜。谢谢，谢谢谢谢。咋一姐，再见哈。慢点开。咋一姐。蕊吗？这车怎么样啊？甜言蜜语怎么写，暧昧怎么说才对，学不会就被淘汰你的世界。只怪我不够特别，应该送多少玫瑰，什么颜色的才对？情人节是今天还是昨天？这一次我无路可退，而我知道我不帅也不配，而我只梦寐以求你多看我一眼。Baby 给我时间，也许你无所谓，别让我不告而别。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，只愿意为了你狂奔，雨再大也奋不顾身。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，我不会弹吉他唱歌，也不会逗着你快乐。怎么说才对？学不会就被淘汰你的世界，只怪我不够特别，应该送多少玫瑰，什么颜色的才对？情人节是今天还是昨天？这一次我无路可退，而我知道我不帅也不配，而我只梦寐以求你多看我一眼。Baby 给我时间，也许你无所谓，别让我不告而别。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，只愿意为了你狂奔，雨再大也奋不顾身。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，我不会弹吉他唱歌，也不会逗着你快乐。我没有天分当你的完美情人，只愿意为了你狂奔，雨再大也奋不顾身。